如果在太空中开一枪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这个问题啊，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讨论，虽然氛围友好、分析理智、脑洞清奇，但总的说来，还不就是在猜吗？其实啊，这个问题只要去问问苏联人，就能够马上得到标准答案了，因为他们真的就在太空中开过炮。哎，是的，不是开枪，而是直接就开炮了。一门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2600发的23毫米口径里克特 R23机炮，它被装在伪装成礼炮号空间站的金刚石载人轨道器上，成为唯一一支的人类在太空当中打响的第一炮。所以，为什么苏联人要在自己的空间站上装上一门炮呢？这门炮在开火之后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，今天呢，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有趣的故事。时间回到冷战啊，1960年代，美国和苏联在让自己的侦察机和轰炸机越飞越高之后呢，明白了一个道理，站得越高呢，不仅看得越远，还能打得越远。于是，在都有了把人类送上太空的经历之后，就开始思考如何在这儿，在这个更高的地方部署自己的军事力量了。于是，一系列军用载人航天器，比如轨道轰炸机、轨道拦截机之类，都被列入了设计的目标。美国那边诞生了载人轨道实验室 MOL 计划。它是一个将空间站和间谍卫星结合在一起的计划，由麦克唐纳飞机公司负责制造的双子星 B 飞船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负责制造的实验舱组合而成。计划飞行7次，前2次呢执行的是无人任务，后面5次则为载人任务。虽然计划都一路排到1971年的1月了，但由于 NASA 此时正埋头忙于阿波罗登月，根本就顾不上来。而本该牵起头的国防部呢，对自己又没啥信心，一直就在打酱油的角色里面走不出来。所以很快啊，在象征性的发射了第一次无人任务之后呢 ，MOL 就正式宣布停止了。这段时间从1963年的12月到1969年的6月，其实只持续了短短6年不到。再看苏联那边啊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大名鼎鼎的切洛梅设计局也宣布要开发一种载人轨道飞行站，作为太空哨兵来监视和寻找地方目标，代号金刚石计划。它在某些方面呢跟美国的 MOL 很像，但在另一些方面却要先进很多。先说一样的啊，它的基本组成呢也是一艘可以返回的 VA 飞船和一个在轨舱段 OPS。在被质子火箭发射到轨道上后，宇航员就可以通过飞船尾部的通道爬进轨道舱里面了。他们在这儿将经过30到60天的军事观察和照片拍摄，然后就可以再坐着返回舱回到地面上了。以上啊都跟美国的载人轨道实验室 MOL 思路一致，但是下面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了。当宇航员最多是3名坐上返回舱离开轨道舱之后呢，轨道舱并不会马上就废弃，因为它的设计寿命长达2年左右，也就是说它还可以迎接新的一波宇航员呢。而再把新的宇航员送上去的就是专门为金刚石计划研制的 TKS 货运飞船了。当宇航员在轨道上时，他负责把补给送上去；而当宇航员需要和他一起上去时，他又能跟返回舱对接在一起，连人带货一起飞。最令人意外的是，这个跟他对接在一起的，很有可能就是刚刚那个才从轨道上返回来的返回舱了。是的啊，金刚石计划里面的返回舱呢，就是按照最多可以重复使用10次来设计的。有没有感觉到 SpaceX 的原型呢？当然啊，这样做相当费钱啊。在美国依然拽着 MOL 不放的时候，苏联有理由咬紧了牙也要硬扛下去。但是1969年，在美国已经取消了 MOL 计划之后呢，苏联人有放下吗？没有，估计他们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美国吧。但是再这么正大光明的继续下去也不是太好，毕竟我在明处，你在暗处，搞不好就被你给暗算了。于是他就把该计划伪装到了自己的民用礼炮号空间站计划当中，继续推进了下去。所以礼炮2号、礼炮3号、礼炮5号实际上都是用于军事目的的载人轨道飞行站1、2、3号了。当然啊，1号没有成功，2号和3号则都成功的各送了3名宇航员上去。至于他们在上面都干了些什么呢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但至少可以非常确定的是，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在礼炮3号上面，他们测试了一把在太空中开炮的感觉。不对啊，开炮是在3名宇航员坐上返回舱离开之后，由地面人员遥控完成的。比较遗憾，但是可以理解啊。他们为什么要在空间站上装个机炮呢？
不是很明显吗？他们一定不相信美国人已经把军事空间站计划给停了呀。如果轨道上有美国人的军事空间站，那他们就有理由相信这个空间站是具有武装的，甚至还有可能会主动来攻击自己的空间站啊。那么装上机炮就可以用来自卫了。虽然感觉很 low， 但毕竟是增加了一道防线嘛。苏联人其实很想让3名宇航员在空间站上面呢自己开火来试一试的，但他们怕一开火就回不去了。因为首先有一个问题是装在空间站底部的机炮是完全固定的，想要把它对准一个目标呢，就必须要把整个空间站转到那个方向上才行。这种操作本来就是有风险的。其次，最重要的是，根据牛顿第3定律，炮弹一旦发射出去，就会产生反作用力，它会改变飞船的姿态，让它失去稳定，朝不可预知的方向和角度偏转过去。能不能再成功的调整过来呢？谁也不是100%能够确定的。这个风险还是最好不要冒的好啊。于是，在遥控着打完了一梭32发炮弹之后呢，据苏联人自己说是成功的摧毁了一枚报废的卫星靶子的，有效射程达到了3到5公里。至于真的有没有呢？那谁也不知道了啊。那么在真空中没有阻力，这些没有打中卫星的炮弹，最终会跑到哪儿去呢？会一路飞出太阳系吗？当然不会啦，因为礼炮空间站所处的位置是近地轨道，它的运行速度大约在每秒7800米。如果此时向着它前进的方向上开一炮，想要让炮弹飞到更高的地球同步轨道上的话，注意连地球的管辖范围都还没有出就需要为炮弹提供大约每秒2500米的速度增量才行。但是 R23机炮的初速度却只有850米每秒，就这还远远不够呢。在开炮之后呢，炮弹的确会立刻往外移动，但却会在同时将动能转化为势能，朝着更高的轨道飞去，不断减速后，最终从上方落在了空间站的后面。是的你朝前面开炮，但是炮弹却最终落在了自己的后方，非常反直觉同理，如果你对着与空间站相反的方向开炮的话，炮弹则会从空间站的下方超越空间站，跑到它的前面去了。那要是垂直对着头顶上开一炮呢？它会直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椭圆形轨道上去。但不管如何，这些都是近地轨道炮弹，最终都会由于跟稀薄的空气分子摩擦后，减速落回到大气层中，烧光光的。那如果把炮弹直接换成导弹怎么样呢？我们差一点就真的看到了，苏联原本计划是在它的第4号载人轨道飞行站上实验空对空，应该说是轨对轨导弹的。但是金刚式计划的忠实拥护者前国防部长呢，却突然在这个时候逝世了。新的部长对这个计划表现出了高度的怀疑，于是直接就掐断了研究资金，从此金刚式计划宣告终结了。不过，即便是这样呢，它也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艘宇宙战舰了，虽然跟酷一点也扯不上关系好了，我是火箭叔，关注我，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。